Hello，大家好，今天是6月2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跳空下跌，这是今年4月份上涨以来首次出现的向下跳空缺口，这意味着什么？加密货币也结束了短线反弹上涨。上期视频有提到过的以太坊空单目前表现还是不错的，扣位伴随美股下跌也出现了相对的回调，但这里的空间位置仿包将是止跌买点。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47的视频。那么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我们在第一部分还是照常讲到指数的分析。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讲过美股出现了向下看跌的一个看跌吞没形态，也叫负阴线形态，这是我们最近经常提到的一个小心风险的一个 K 线状态。那么美股呢也对应出现了相应的一个回调，不过当前在左低附近，是不是目前盘前也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上涨？那么下跌缺口的回补是否会发生，以及它会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第一部分要去重点去提及的一个知识点。同时也要继续关注日线的趋势以及15分钟变盘时间。而后我们看到第二和第三部分是关于指数后的个股解析。我们看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以太坊、Huawei、谷歌、微软、MSTR、Circle、礼来、AMD、英特尔、APP、SOXL、Meta、AK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OI、LIT 以及 MBIS 等以上的标的，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有2个地方需要做一个温馨提醒。第一个，您会看到我们视频当中的目录内容是比较多的，所以视频的时长呢一般会偏长。大家这也知道，不是每只标的您都感兴趣去完整观看，所以也设置了一个时间轴，大家可以跳转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内容，那么可以进行一个点击，那么希望它能够帮助到您。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个股的这个颜色块，标记绿色块的是阿哲认为空间上还比较不错，可以去选择做多的，但不是说立刻可以买入要有对应的一个买点出现。而红色块的话呢，是相对来讲空间上比较风险或趋势呢比较危机的这些股票呢选择做多要小心一些。那么相对灰色块呢就是偏中性一点有下跌的也有上涨的，但都不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买卖的地方，要么是还在处于高位要么就是下跌还未止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一部分下跌缺口的产生。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图表当中呢它的这种颜色块是缺口指标，蓝色是一个上升跳空产生的一个缺口如果它一直保持，就说明它一直没有被回补。而后粉红色的是下跌的向下跳空缺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图板当中，其实粉红色的缺口是比较少的。所以之前我们讲过一个特征，就是向上的跳空缺口多出现在牛市或者说中线以上上涨波动当中产生，而后下跌的跳空缺口往往会出现在熊市市场以及呢强势下跌趋势的一个行情当中。所以在左边这一波下跌当中，其实向下跳空缺口是并不少见经常会看到。而在右边上涨时，你会发现向下跳空缺口是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最近呢本周才出现。所以这是一个牛熊之间转换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在指数上至少是如此的。所以当前所存在的第一个向下跳空缺口，它是否能够表示市场它的风向改变呢？它是可以的，它说明目前的这个趋势有可能会被破坏。但是要注意的是牛市当中不一定就不能够出现向下跳空像之前这一波上涨，它其实也有偶尔出现向下跳空的缺口。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它的市场多头还是很强劲的，那么它会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个缺口一产生它短期会被很快的回补掉你会发现像这3个地方其实当时都出现了缺口，而当时的行情在第一个缺口产生之后其实是偏震荡的，是吧？前期是一个单边上涨，在第一个缺口后市场其实空方开始有点异动后续其实走了一段时间的横盘，但后续其实还是出现了继续的一个上行空间还是有的。那么这种向下跳空缺口说明空方变强，但不代表趋势一定会走坏，它只要后续满足以下特征，那么就说明还是 OK 的。那么这个特征就是它要被快速回补，你会发现这些缺口要么是隔天第2天立刻回补，要么就1-2天内快速回补。这个回补指的是实体完全的把缺口补掉，甚至呢再次产生向上的跳空缺口。另外一点就是它补完缺口后
不能够产生继续的破底行为，不能出现回补缺口就见高点。因为回补缺口见高点，它的特征一般往往出现在一个熊市的市场。比如说，当时这里有一个向下跳空缺口，而这个缺口在后续被完全回补的时候，市场反而见到了一个高点。这种缺口回补而后快速下跌的行为，其实就说明空方其实是很强劲的，它不应该是一个上升强势的上当出现。包括个股其实也是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特斯拉的一个表现其实特斯拉它之前这个高点也有这种特征，就是开始从低位上涨，而后有出现向上跳空缺口但是在这里开始出现向下跳空，而这种向下跳空在后续回补之后是出现了再次的明显的下跌，回补缺口的时候反而见到了高点。所以一个市场的行情走势，如果它依旧保持多头强势，它应该很快一两天就把这个缺口给填补掉，然后填补之后呢，能够继续保持上涨，特别是新高，就说明目前的这个环境要么就是震荡要么就是中期调整结束了，准备开始继续的一个上行行情。而如果没有出现这种特征，比如说目前盘前是上涨的，而盘前的行情如果维持，其实今天开盘就会在缺口之中，甚至呢缺口之上，所以今天大概率就是一个填补缺口的一个行情。这种填补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后续是见到高点，然后继续下跌破低点，那么这种现象一旦产生，其实就说明这些高点其实是一个熊市空方导致的一个很坚定的这种压力位将会形成，那么趋势也就彻底的转为空方当前还只是一个震荡，甚至呢还只是一个牛市当中的一个横盘而已。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缺口的一个表现是不能被回补或者说回补之后见到高点的开始转熊的一个迹象，还是说可以很轻松的回补站上，而后继续连续上涨。只要是出现后者的特征，就说明目前市场依旧是多头占优，反之则空方占优，那么继续执行反手策略。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所谓的下跌缺口、下跳缺口的一个形成和它的一个意义。它有可能是一个熊市的起点，但它如果能够被快速的修复，说明牛市依旧存在，那么多方依旧强劲，反而这个地方可能是我们再次低位布局筹码的一个好的位置。而后我们来看到日线的趋势分析，那么当前我们依旧来看到市场的一个趋势走势。从上海趋势图的图表当中，你会看到它是一个黄色的飘带，那么说明目前是一个下跌趋势的中短期判断。这个飘带的一个指标呢，只要您是订阅阿哲频道的同学您都可以去安装，可以去免费的一个使用。那么我们在本周周一的公开直播当中，其实也讲过这一点，就市场的这一波下跌，其实在中短线上是趋势破坏了，而这个趋势破坏的表现就是它的飘带已经因为这一次下跌由紫色转为黄色。那么当飘带由紫转黄，它就会由一个支撑转为一个压力。那么如果它是支撑，价格在它之上，那么回调时反而是做多机会，而价格如果是跌破它，那么飘带在之上，那么它就是一个压力，上涨往往是反弹。所以当前的一个价格趋势结构，它有点顶部形成的特征，并且这是二次反弹确认往下走。之前我们说过这里如果往下再破一个低点，那么就形成高点降低，低点降低当然这种判定呢会比较晚一点，但是是可靠的。所以它也告诉我们前低这里呢是重要的一个支撑，那么这种重要支撑只要不破之前，它这个地方的反弹高点是不确定的，它往往可以在二次回踩之后继续往上去走新高，那么这种顶部反弹特征它其实就会被打消。所以左低这里为支撑价格后续反弹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它能不能够去突破这个飘带的压力。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是像上一年产生的这种下跌的初期，每次出现飘带由紫色转为黄色的时候都要注意了，它有可能就是一个下跌的初期阶段，你要特别小心它的一个延续性。所以当有一波下跌让这个飘带不管是个股还是指数出现了颜色的变化，就有可能是一个趋势的反转。一个反弹当确认飘带为压力时，而后市场还有新低时一般来讲这种飘带的稳定性就会特别的可靠，特别容易延续。所以我们就要小心目前是一个下跌的初期，所以市场呢去填补这个缺口后
我们还需要关注它这个缺口附近共振的一个压力，因为这个地方除了有个缺口之外，还有一个飘带的压力也在其中。那么飘带的下沿在26,110.14，同样的它的上沿压力是在26,355.94，所以这个黄色飘带啊，它将会是除了缺口之外另外一个考虑的标准。如果它一直保持在这个飘带附近就是压力啊，反弹就是受阻，然后继续下跌，其实这种结构一旦形成，那么后续的飘带将会有延续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哪怕目前盘前大涨啊，我们也要去小心的。然后接下来我们在15分钟变盘时间的时候也要去讲到，就是如果今天日内上涨啊，盘前就已经大涨，那开盘之后我们要小心哪些地方可能容易有变盘点啊，这是我们下一部分要去讲到的一个变盘时间窗口，日内要去关注的。那么以上是关于日线的分析啊，下跌缺口和日线的一个趋势观察，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我们的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也希望大家如果视频您觉得有帮助，也可以点赞订阅阿哲频道。当然老同学呢也同样那么不要忘记支持阿哲视频每期的一个创作，也都可以点赞评论我们本期视频。那么新同学您可以在我们下边的一个视频当中看到一个订阅的按钮，您点击了这个订阅按钮就可以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而后只要把这个全部铃铛点开，阿哲只要一更新视频您基本上就可以收到阿哲的一个频道的通知那么就可以及时观看到每期视频的一个观点和知识内容。同时如果订阅阿哲频道之后呢，阿哲也有一些专门对于新同学的见面礼比如刚才所讲到的上海学图，您可以呢在订阅阿哲频道之后在本期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那么听到这里您就可以点击那个卡片，而后去找到阿哲的助教老师，告诉他您是新同学，需要呢安装这个上海趋势图的一个指标。后续的个股解析我们也会频繁用到这个指标来去区分趋势，以及呢告诉大家何时可能是买点，或者说什么时候是卖点。刚才我们第二部分所讲的这个趋势飘带的颜色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的功能后续我们还会跟大家去讲到更多的一个使用技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三部分，有关15分钟的变盘时间。那么这个变盘时间呢，就是阿哲每天盘前会单独呢给我们订阅粉丝同学所去书写的一个关注日内的变盘时间窗口以及一些盘前广播的一个内容。像每天的日内15分钟，其实它往往会在一些关键位置容易产生高点和低点，这一些时间窗口是我们做日内去买卖的时候去特别关注的。当然你做个股交易时有时候你确定要去买一只股票了，也可以小心一点，尽可能不要在指数容易见高点的时候去下单买股票。同时它也会告诉我们目前市场之内的一个氛围是多方占优还是空方占优。我们可以看到在之前的几期视频当中讲到的变盘点其实都是一个高点变盘，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后都是出现下跌的，哪怕有一个低点变盘时间，它也只是一个小反弹，而后展开的是更大的一波下跌行情。那么其实近2天的交易日呢，它还维持这种氛围。像我们6月23号的盘前阿哲给到变盘点是10点半和2点，那我们会看到10点半和2点的时候，它其实都是变盘高点，而后市场呢都出现对应的下跌，没有改变，所以依旧保持变盘点大概率是高点的一个状况。而后到6月24号的盘前9点45分虽然开盘见到低点，但这个低点后的上涨呢依旧没有破左高，依旧有压力。到11点时又见到了一个高点，而后市场下跌继续破左低。2点虽然有低点反弹，但是依旧只是反弹小反弹后继续下跌破低点。好，那么这是我们每天的关注的变盘窗口，而现在依旧是一个变盘高点后有大跌，变盘低点后只是小反弹所以当前这种结构如果完全执行，依旧还在延续，那么市场的日线也很难走好那缺口也很难去完全填补。那么今天盘中第一个变盘点是9点的45分，也就是说开盘第一根15分钟 K 线将是关注点，而目前盘前是大涨。那么上涨行情如果你不是提前埋伏，目前如果你去参与，那就要小心了。今天开盘第一根 K 线就容易是变盘点，而因为是大幅跳空上涨，如果开盘的话，那么它的变盘点则容易是高点，或者说大概率这种情况下是高点。当然我们也可以结合在那附近是否出现顶分型或者说明显的反包阴线来去佐证。而如果9点45分所产生的那根 K 线后续低点是支撑，那么这种行情就有机会是个强势上涨所以今天第一根 K 线的低点我们要设置一个防守，它能够是支撑，那么后续延续日内上涨概率就会大增。而如果
第一根 K 线后反而出现明显的下跌阴线反包，那么今天开盘第一根 K 线是高点变盘的概率也将大增啊，所以第一根 K 线将是今天的关注要点。而关于今天的日内盘中其他的变盘点呢，阿哲会在今天美股盘前去进行更新和发布啊。如果您是订阅粉丝同学，记得找助教去领取，特别是新同学啊，如果目前您还没有联系到阿哲的助教，那么也记得订阅阿哲频道，然后找到助教老师，您是可以领取到4重我们的订阅粉丝礼物的啊。第一个和第二个就刚才所讲的上海趋势图的指标，以及呢盘前广播的一些文字提示。另外的第3和第4重礼物是我们的一些内部的直播课程，像技术分析的内容就是我们有关一些知识的分享。像每周的周2到周5早上的10点，我们都会讲到一些不同的系列课。像本周会讲到趋势交易的盈利之道依旧呢会深耕有关趋势交易顺势而为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方向，为大家去分享更多趋势买卖的注意事项和实战的要点。当然，如果您对美股期权也感兴趣，你可以去学习体验我们内部的期权实战课。在每周周2到周5下午5点大家就可以去参与。所以这4重礼物呢，大家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找阿哲助教之后都可以去领取。按照我们视频的底下评论区有个置顶评论，阿哲也把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放在了评论区，大家不管是右上角的弹窗小卡片还是底下评论区都可以找阿哲的助教。当然前提是大家记得首先先订阅阿哲频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开始来到个股解析方面，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特斯拉当前的走势是越来越偏空了虽然说它依旧还在一个支撑区附近。之前我们有讲过它的趋势结构目前其实也是开始破位，或者说它已经发生了破位，而后确认了破位的有效。那么这个压力位是不是已经形成？我们上期所讲的这个地方，它虽然说有出现不差的一个上涨但其实它依旧没有过这个压力，所以下一次的交易点呢，最好是能够突破回踩有效支撑，然后去看涨。那么当前依旧没有这个动作，而后是继续来到了下一个支撑的位置，并且低点保持降低，高点保持降低所以这种地方去做多呢是开始有点难受了。所以看一下左边这个当时启动的囤积的一个区间是否能够撑得住。这里开始走9转目前在第5转所以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区间附近的反馈，最好不要跌破这个区间而后产生止跌行为。那可以再看一下这个下一次的反抽是否能够突破这个压力。而如果这个区间不能站上反而跌破，那其实前方的低点大概率也应该会被击穿。所以目前呢，其实就是一个中期反弹的高点在逐渐的推动当中。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它能否在这个区间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支撑，而后止跌反弹的一个反馈如果跌破，那其实这个地方是中期反弹高点，而后继续准备往下探的一个概率就会大大增加了所以这里最好是能够撑得住。那么当然从趋势的分析来讲，其实也不用太复杂，我们也可以看到上海趋势图。因为从上海趋势图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特斯拉目前它一直都保持一个黄色飘带。我们刚才其实讲了很多次，就黄色飘带一旦出现的时候你就要小心它是一个启动下跌的初期。而如果紫色飘带产生的时候，你要注意它可能是一个启动上涨的初期。所以在出现紫色飘带反转之后的回调是我们关注的做多的一个高概率区间。而在一个黄色飘带出现反转的时刻，而后的反弹是一个空方所注意的区间，而很难的是做多者去买入重仓的区间。所以这些都是要去小心的。所以一旦有飘带的形成，那么首次的回调以及飘带的反转、首次的反弹这些位置都是做多和做空者的高概率区间。所以当前是处于一个空方的蓄势启动阶段。那么这种阶段呢，飘带将会形成一个空方的支撑，那么也是多方的压力。其实哪怕在这里产生支撑对于做多者来讲也是偏左侧的。为什么说是偏左侧的呢？因为你的中短线，就是如果是中短线我们不说更长周期的，就是中短线来讲，这个地方哪怕有支撑，它其实也是左侧的交易。因为你刚开始上方这个压力它还是不一定能够过，所以哪怕有止跌，它只要这里不过，不能转为紫色带，那么其实这个低点就无法去完全的确定它能够守得住。然后从周线来看，是不是特斯拉也还是处于一个什么动作就是破位，
就是它是破了飘带转为黄色之后，周线上的首次反弹，而后目前再次跌破啊，所以区间上来讲，特斯拉这里还是有点风险的，不管是小周期还是大周期啊，我们更希望它能够破飘带转紫色，而后出现回踩的区间为高概率做多区间，而目前反而像是空方处于高概率的优势啊，高周期的优势，所以特斯拉走到这里啊，要特别注意啊，做多者要控制仓位，小心等待更高概率的一个做多信号。目前上方的压力主要集中在400.194以及413.746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只标的是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日线图表啊。英伟达其实它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跟特斯拉和指数一样是有一个缺口的？所以不管是哪只标的啊，只要目前有带缺口的，应该大部分股票都是有出现这种对应下跌带缺口的啊，除非有一些逆势上涨的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你的手中股票是在调整的，但是没有出现这种缺口，说明你的股票还是挺不错的啊。相对于市场的调整，是它有一定的看性啊，有一定的抗跌的能力。那如果你的股票是正常的，它确实有缺口，那这个时候就还是要按照我们刚才所关注的，就这种向下跳空缺口产生之后，能不能快速回补向上？如果有，那它还跟随在某些支撑位附近的话，其实还是挺不错的一种表现的，说明支撑有效，而后反攻的力度是足够强劲的。那个时候它是会有出现做多的机会，所以这个地方是有缺口，而后往下跳空到了一个支撑。那现在呢，在这里就要看一下支撑的力度。它往上反攻时能不能填补这个缺口啊？如果不行，那其实这里就是下跌啊，破了这个支撑，反抽确定它的压力往下啊，再反弹啊。如果缺口不过，不能回补，那是不是说明它的目标还是要往下破这个支撑啊？所以一旦你的股票是有缺口产生的，其实有一个判定的方式，就是最好能够等它完全填补，否则的话，它临近的位置这个缺口将是一个压力。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上海趋势图。那么目前我们所看的就是上海趋势图的一个指标了。那么是不是上海趋势图它也在走一个动作，就是转为黄色飘带，然后价格反弹，飘带不过，那市场再次往下跌，并且它还破了一个低点，是不是比指数要更早下跌，并且更早走出这种形态？所以英伟达肯定是在最近呢不属于强势的，已经是在之前这一波破底的行为当中就已经走弱了，目前是比指数呢多走了一段时间的破底行情。好，那这个情况下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下跌的中短期的趋势。那么中短期投资者在这个地方去做多呢，也都是左侧的，就它都不是属于右侧的趋势交易了，就已经偏中短线的逆势了。一旦你做多，那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注意，飘带和缺口也是有所共振。那么这个反弹，除非你做的是日内小级别博一个短线的反抽，那是有一个高概率的可能性，因为它破了左低之后，到支撑位附近是收了一个引线，是吧？我们往上看一个小反弹还是没有问题的啊，只是关注这个反弹之后它的压力的一个表现，这个缺口和这个飘带下沿在 207.554， 上沿是在 212.998。当然从整个趋势结构来说啊，它其实比特斯拉还是要好不少，因为它目前的整体周线的位置呢是一个紫色飘带，就周线如果是紫飘带，不是像特斯拉那种黄飘带，那至少它的大的周期啊还是 OK 的。而周线只要回到紫色飘带，它是不是有一个黄色转为紫色？那么这一个位置的回调，它跟特斯拉就不一样啊。特斯拉呢是下跌中的反弹啊，引发了一波上涨后的震荡行情。那么英伟达至少它周线上是紫色的，那么这里是属于周线上的首次的转色后的回调，是吧？我们说的在交易上属于顺势交易高概率区间首次回踩。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回踩止跌啊，空间是没有问题啊，但是止跌力度啊需要在日线去观察。目前它的周线的飘带支撑是下沿是 190.51 啊，所以我们可以注意的是，短波段肯定是不行的啊，但是周线的空间在这附近是有支撑的，只是你要等待一个明确的止跌信号。那么我们再看到以下的加密货币啊，比特币和以太坊。那么上期视频我们是有讲到啊，就是它目前这个结构，因为大家所看的是一个PPT 啊，所以这个主要是日线，是吧？我们这个很难的把这个日内全都拆解出来，所以我们上期讲的其实就是从一个日线来看日内啊，所以你需要有一定的想象。这个结构其实就是容易形成一个反弹
是吧？特别是一个强势下跌阶段啊，所以我们在上期讲过，这个地方它反弹的过程当中啊，你是要去考虑止盈了啊，考虑呢去反弹过程当中去卖出了啊，所以后续如果要开空，那我们就要开以太坊的一个空单啊，因为整个结构来讲，像比特币呢，它其实目前来讲还是没有跌破之前的低点啊，它只是引线去刺穿，还没有跌破，包括现在也没跌破，但是以太坊是跌破了的，所以多空来讲啊，中期来说，比特币肯定是相对强一点点啊，以太坊弱一些，所以开空啊选择以太坊，开多选择比特币。当然目前有一个动作啊，就是它又背离了。比特币这波下跌呢，它其实又创了一个新低，以太坊下跌呢其实没有破低点啊，所以这个动作它其实就是底背离。好，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如果你要做多的话，要干嘛？我们可以考虑啊，这个以太坊的空单要止盈啊，然后短线上呢去等待以太坊不破左低之前出现止跌的阳线啊，去做以太坊的多单啊，因为这一波下探啊，表现出以太坊是有扛跌的力度，而比特币反而不这么扛跌啊，所以这是一个多空短线的一个转变。当然，我们从周线来看，其实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以太坊的结构更强一点点，比特币呢相对弱一些些。因为从周线结构，你会发现前面这个低点啊，比特币早就跌破了啊，然后它是跌破反抽又跌破，是吧？它是一个破位。那么像以太坊它其实是没有破位的，这个低点还在的啊，所以整个周线的周期来讲，目前它其实大的周期还是以太坊更加具有做多的价值。所以我们不管之前做的空单啊，以太坊的空其实很多时候是偏短线的啊，所以整个大格局来讲，你说谁的多方比较强，有利于去做，其实还是以太坊。目前周线上其实出现了一个新的运线结构啊，之前这里其实也是有一个运线，运线代表一个方向的停顿啊，特别是在加速当中出现。好，所以它目前其实还是一个运线。那么下方的以太坊其实也是个运线啊，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偏震荡，但如果出现破位，比如说大的结构周线上出现往下跌破比特币的之前低点，是吧？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运线反弹之后下破，那其实在相对大的周期上，比特币是不是依旧还是偏空的一个看法？就那样的话呢，其实你可以转成比特币的空单。当然这里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是比特币以太坊其实是大周期的一个底背离啊，但是大周期底背离不代表就能够大周期做多啊，因为止跌的力度不够。啊，之前这个地方的以太坊它一直是震荡的，运线没有破啊，这里呢依旧也是震荡的，运线没破啊，所以虽然是底背离，但是止跌力度不够啊，我们也不好去做以太坊很大周期的看多。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下一部分是第三部分啊，第一只标的是扣位。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就是扣位的一个图表，扣位其实日线来看它的结构是不好看的啊。所以我们一直来讲，就为什么还是标绿色块呢？一直来说啊，其实周线上空间还行，因为周线上其实和英伟达一样啊，但英伟达周线虽然是紫色飘带，但它毕竟日线上更差一点，是吧？那扣位还好一些，扣位呢它日线是紫色飘带，然后它还有一点红的反包突破，目前是做了一个回踩，但依旧呢在这个紫色飘带附近，所以它的空间。保持在这附近的话，其实还是有利可图的，有机会是一个周线的反转的底部。而后看到它的飘带，游龙服务线其实就是它的上下沿啊，在 103.75 和 93.964 啊，这是周线的安全空间支撑。在日线上，它其实也转为了紫色飘带啊，但是这个紫飘带直接被跌穿了。所以在盘前广播当中，我们讲到的 call 位，它这个黄色 K 线跌破是要做出风险的防范，这个回踩时要注意。一个就是龙门线啊，这以上去等待一个买点。那为什么说这里反包可以买呢？关键就是底下的附图。附图当中我们在内部课期分享过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出现的首根啊这个红色柱子啊，要作为多方的防守位。多方防守位的意思就是它不能被后续的跌破啊，只要不是有效跌破，它就容易是一波回调的低点附近。啊，所以这一波下跌到这个首根红色柱附近，只要守得住，有机会呢产生行情。而像上一次这个地方，它其实就被跌破了啊，跌破之后就说明它的空间还没到，还要往下继续看。那么现在也是一样，一波股价出现上涨之后转为紫色飘带，那么首根红色产生时呢，低点就可以设置一个支撑了。如果后续能够守得住这个低点，不被实体阴线跌破，那么其实这个地方可以看一波多单
当然这个多单是反弹啊，还是能够新高，我们需要去跟踪。但是多单机会往往会在首根红色柱的时候产生，然后你就可以把防守位放在这个红色柱的 K 线的下沿。像之前呢，虽然也有上涨，但毕竟它没有去新高，那就说明它还是一个高点降低，低点降低的行情。所以当前如果这里要出现周线配合空间有效，而后日线产生趋势的反向的话，最好就是这个红色柱这一波的买点产生反包，而后买入之后能够打破这个高点那其实它的下跌的推进就会被打断有机会配合周线支撑产生我们说的周线推动上涨趋势反转行情。接下来我们看到谷歌的话就是黄色 K 线黄色飘带作为我们上次的风险提示，而后目前是继续下跌，创了一个低点。这个低点打破之后其实在日线上，其实你就不能够去随便做多任何做多在目前来说都是偏这个左侧的除非它打到龙纹线那样的话有机会产生大周期的一个支撑后的一个行情机会，但目前是还没有到。我们目前不能说大格局看空只是呢说日线中短波是偏空的所以标记了红色块。好，它这一波下跌其实是一个顺势一直跌，没有太好的止跌信号，是吧？中间只是一根十日星，所以周线一直跌到飘带之内目前没有止跌，跌到飘带之内不一定就能够直接盲目的去买因为它一定要有表现止跌才行一般来讲，如果你能够等到周线出现反包阳线那么这种调整结束的信号就更加明确更加好一些。现在呢其实是还没有那种强势止跌的，而如果你想要更提前，那你等日线的话要么就在某个支撑位附近去找，要么就等待确实很明显的过飘带能够回踩去做现在其实还是日线的一个单边下跌，这种单边下跌你不知道它会推到哪个地方就很强势的这种走势下去盲目做多开单的话，很容易是接飞刀所以这是要小心一点的。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微软。有些股票阿哲可能没有讲到它飘带的具体数值，你都可以看到左上角游龙服务线就是它的一个飘带的数值了。那微软它还是在2次的升幅的回调，但是还没有破左低所以还有机会还是一个底部的一个阶段，因为它之前其实已经走了一波还不错的中期反弹行情吧，价格至少破了很多个关键的位置，只是到了这个缺口的时候，大的缺口回补了一半以上，而后出现了滞涨回落。这波回落是基本是单边的所以周线上我们看到连续的阴线下跌但是还是没有跌破之前我们所说的周线的关键的这个窗口这个窗口它碰到它之后出现一波上涨行情，目前走再一次的回踩，而且是蓝色 K 线是吧？蓝色 K 线的产生说明在某些支撑位上是做了一个确认，而后周线上呢，目前它出现的是黄色飘带往下穿过龙门线，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开始变得关键了，因为它要么就是顺势要延续更大周期的下跌要么在这里就是2次回踩关键支撑再启动行情但前提是你还是得要知道这里的做多是左侧的大周期的左侧，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上涨信号。现在呢是如果可以的话，等待白 K 的产生白 K 出现的是说明上海趋势图当中的一个更大周期的超跌白 K 出现再去考虑下次的买点是吧？像上次的蓝 K 出现了那跌破之后就止损因为是左侧的，你一定要做好要随时离场的一个准备。好，跌破止损，然后下跌，等到下次蓝 K 或者白 K 出现，但前提是最好不要跌破左边的低点再去找。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MSTR 呢，因为加密货币也在跌所以它呢继续的破底所以它也是一个中期的反弹，跟微软一样，反弹到了龙门线然后出现一个下跌，这是目前来说还是保持一个中长线下跌。所以我们之前说龙门线如果是下行的一个股票，那么它就属于大周期下跌，大周期的下跌想要反转的难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很多时候在龙门线之下的上涨一旦到了龙门线附近，其实就是要小心，它可能是一个中期反弹结束的节点。而目前再次的破了这个低点又是白 K当然它依旧还是逆势的，是吧？像之前这里出现白 K 了，出现反包了，它其实也只是一个反弹到这个黄色飘带的一个行情，而后再次收跌，继续走下。所以黄色飘带一旦出现，就说明中短波的下行维持，而只要它没有被打破，这个趋势其实就容易一直推动什么时候打破呢？就类似于之前这样的上涨，它可能到了某个关键的
压力位或支撑位，而后出现了快速的反向行为，就容易打破这种趋势。所以当前也是一样的，能不能找到关键的支撑，以及后续关键支撑上的一个反馈是否能够突破飘带，都是我们做趋势时要去注意的。那现在看到大周期，这是周线关键支撑其实有可能在这里会出现，因为它已经是来到了之前曾经启动的地方，就这种启动的时候，它周线上出现过很长时间囤积的，一般容易有筹码的密集，而这个密集区域之前在第一次来到时就出现了一个中期反弹，但这个地方的中期反弹结束之后，目前是不是有往下破？所以本周要看一下这个蓝色 K 线实体会不会跌破这个区间如果实体跌破这个区间就不是很好了，它后续反抽弱就容易走向下，依旧更大的一个下跌了。所以最好本周是引线能够继续收上来而后蓝 K 后续在下周再出现反包，那么有机会再往龙门线去试探一下。上次呢，它碰到的日线龙门线刚好也是周线龙门线所以这个压力就是共振的这种情况下其实就比较风险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刚刚所讲的情况一旦出现，其实做多也可以因为它是大周期的。大周期止跌反攻，那么日线其实出现小波行情是可以去参与的，当然那是短线左侧行情，目前其实还没有我们要看一下当下呢，它是有连续的缺口，连续的跳空出现也伴随有一个缺口，这里快速反包白 K 甚至激进的同学在这里就可以做短线看一个小反弹，但是没有必要这种其实就风险性比较大，因为它是一个很强势的下跌白 K 的上沿是 102.97， 而后这个飘带的下沿是 119.043。 我们看到下周股票是Circle当前也是走一个黄色飘带的延续下跌，在之前这里出现了蓝 K但蓝 K 产生之后没有反包，所以走了一次震荡所以我们盘前呢虽然有一直写到 Circle， 但是这个买点一直也在等待，没有出现，那没有出现反而是压力继续向下破蓝 K。 那么昨天盘前讲到的一个往底下关注的，就得要是看到这个前方的缺口了，所以前方这个缺口区间呢算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因为它也是之前跳空启动的位置。那既然低到这里的，我们就要关注这个支撑附近，如果多方依旧强劲，关键性的缺口填补时会出现多方的涌现，或者说是订单的成交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能够明显出现反包阳线可以作为缺口日线支撑的一种博弈反弹的买点为什么是反弹因为它的日线还是有一个压力在上方 82.221， 以及呢飘带的上沿 94.016。 而从周线来看，目前周线依旧保持这个蓝 K 蓝 K 产生，但是没有止跌的话就不能够判定它的低点成立，蓝 K 出现而后蓝 K 消失才能判断这个低点它至少是初步形成蓝 K 如果一直维持，那没有消失，那么这个地方就还是保持这个周线寻找低点的一个过程。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礼来礼来的话，它目前就是一个趋势还是挺不错的，指数虽然下跌，但是它没有改变礼来的这种状况所以它还是比较扛跌。市场当下是在飘带附近出现蓝 K， 而后消失，而后有运线，最好等待运线上破吧。当前还是没有站到飘带之上，等待运线上破，而后有收阳线再去买入，算是一个比较保守求稳的右侧买点。它还是属于紫色飘带所以依旧是短波段上涨。周线上的话呢，它还是一个黄色 K 线破位所以最好在日线上的那个止跌买点出现再去买，而后看前高的压力是否能够过，再去判定它的日线是否能维持上涨。因为周线破了黄 K 之后一般来讲这个黄 K 高点就会形成一个压力所以有些时候的反弹不能过左高，那其实它依旧在日线上做了短波段之后还是要及时止盈的所以目前这个区间它算是一个压力只是日线呢有一个小支撑，那个支撑目前还没有确定止跌，止跌的话能够启动往上破周线的高点，那还能够继续看涨否则如果高点是压力就要小心是周线的回调。飘带目前的支撑呢在 1121.644， 下沿是在 1202.297。 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AMD 当前也是紫色飘带但是它在这里附近震荡的比较久了，我们观点依旧是要关注这个左边它有一个左高，并且是一个长上影线后的回落也是破位过黄 K， 所以这种高点的地方作为一个压力它也是我们之前讲的这个负阴线所以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压力，
当前周线呢是冲高回落啊，继续有负阴的一个状态啊，那么这种压力呢就还没有过啊，所以压力不过在日线上这里就相对去做多就不太适合啊，找短线也不太适合。所以目前的 AMD， 除非你是已经持有啊，并且成本不高啊，这个时候你可以用飘带来去做一个支撑位附近的持股啊，跌破飘带有效我们就可以去进行止盈。什么叫有效呢？一般就是跌破2根以上，跌破2根以上不止跌那么就要进行一个止盈了。哪怕你的成本较低也要相对应去减仓。而如果你目前是没有持有 AMD 的，或者说你的成本可能就是在这附近的，那其实就没有必要再去加仓了。然后我们看到飘带的支撑，上沿是 513.554， 下沿是 496.761。下只个股我们来看到英特尔。英特尔其实也是黄 K 跌破了跌破了2根目前来说，价格走势日线这里看回调但它的回调的一个力度是如何呢？我们就需要关注的是，它其实没有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所以指数有跳空，它没跳空，它就属于我们所说的相对砍跌的股票，然后下方有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有向上跳空，没有向下跳空所以多方来讲是强于空方至少比指数和大部分个股是相比来讲要强。目前这个上缺口是还没有填补掉的，所以这里是一个支撑位，再加上缺口之下有一个指飘带临近所以它还是以一个支撑在下方为主，上方没有跳空向下从周线来看就维持一个上行它呢已经把左边的这个高点过去了，但是本周还没收盘，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它能不能站得上，最好本周依旧能够收在左边高点之上。左边的这个高点它的最高价是 132.75所以目前的英特尔从价格结构来看还是比很多股票要强的，所以可以以下方这个缺口作为支撑。当然还是那个话就是周线的位置不算低，而后如果你是筹码持有，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按缺口刚才所讲的这个缺口来做一个分析不被完全填补，或者说填补之后有见低点，那说明多方整体还是强劲的。其实你的成本不高的话，其实整体持股还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如果是还没有买股票你在这个时间段指数有一定风险的情况下去加仓去买的话，其实就没有必要。看到下只股票是 APP 也是转为了一个黄色飘带它这一波上行也有可能要被定义为中期的反弹价格跌破了黄色K 线之后呢，出现了连续性的快速下跌，紫色飘带没有顶住，而后反弹龙门线依旧是有压力黄色飘带依旧在延续，所以价格走势它也是形成这种下跌的结构。那么后续呢，每次的反弹走势就依旧要关注飘带的一个压力所以一旦走出这种现象、这种迹象的一个走势，就要小心飘带形成持续性的一个压力和压制价格的下沿 506.484价格上沿是 536.275。从周线来看呢，它是属于转回了紫色飘带所以它也算是一个大的上涨之后可能出现的反转形态所以空间上哪怕是紫色飘带也要小心，因为它走了一个这个走势，价格上涨之后往下反弹，再破低点，再往上，是不是其实高点和低点也在降低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是以飘带为主的话，它飘带还是比较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又是首根红色的柱子，那这个时候周线上就应该本周要以本周收盘的低点作为支撑像前面这种本周低点作为支撑，如果跌破就可能周线上要扩大下跌空间所以如果它真的要有机会的话，像本周的低点应该是一个支撑，下周应该出现反馈。现在个股来看到3倍做多半导体这只标的的话，它目前就是很明显这个缺口已经出现了向上跳空之后的向下跳空所以这种其实是有点类似于倒型的反转形态，但倒型反转形态呢要参考后续的一个补缺的一个情况同样的它这个向下跳空缺口比较大所以缺口大的话，它反向回补要看一下缺口回补后的一个状况跟我们刚刚所讲的缺口的牛熊的互换有一定的关系。当下呢是补了一个下缺口补完之后它往上出现反弹的概率是正常的，因为牛市的缺口一旦被回补就容易见到低点然后反弹。而如果目前还是保持一个牛市或者说上行趋势，那么向下跳空缺口将会被快速回补，而后回补之后呢依旧能够有新高和上涨。如果这个缺口在本次上涨当中不能完全填补，或者填补之后依旧见高点那么这个时候后续再破飘带，那其实风险就会比较大
所以要关注缺口的回补以及后续是否见到回落的高点，因为它在周线上其实位置也不算低它依旧是一个目前周线上有冲高回落构成负阴线的这种状况，也跟 AMD 一样，左侧这里有一个高点目前这里作为走高的压力。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Meta 就属于稳定的黄色飘带向下，而后龙门线向下。价格走势还是稳定在一个龙门线压力的压制当中，目前飘带也是黄色的，所以它是一个中长线和中短线都是空方的格局，这种情况下做多就不是很合适它这里有一个缺口那么有可能是要去触及去看一下这个缺口的一个支撑。而从周线的角度看周线的话，从一个更大的一个格局来看，它其实就是准备回踩这个龙门线。大的结构是构成一个震荡那么低点支撑就在这附近周线目前是一个蓝色 K 线那么这里其实依旧保持一个大周期，这附近是有支撑的，只是在日线短周期呢，你找不到太好的介入点，所以最好还是等待在这种支撑位附近产生的明确的止跌要么就是突破飘带有效的一个回踩，去找一个好的买点，因为在这个日线的黄色飘带之下任何的一个反弹，它很容易呢都是一个反弹，所以这种上涨空间呢就会被约束哪怕周线是一个支撑，它也不容易呢在这里出现有效的一个行情。但是我们要知道是这附近是一个支撑，只是它的买点目前是偏左侧的因为其实你非要说买点的话，其实这个地方也可以算因为它是蓝 K 突破蓝 K 的突破和消失可以定位这个支撑出现或者说这个低点出现。是吧？蓝 K 的出现和消失可以定义这个低点出现，但因为它的大周期是向下的所以你会发现它很多时候都只是一个反弹而已。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RKB 其实还可以，为什么还是下跌的，依旧标志为一个绿色块呢？因为它这波下跌是到达了前期这个启动位置的前高附近，也是一个震荡的区间附近，而且它也补了这个缺口补了缺口之后看一下反馈而后它的蓝 K。如果这个缺口回补它是有多方进场，那么这里应该有反弹出现，而后反弹力度最好能够突破蓝 K， 如果突破蓝 K 又刚好是回踩这个前高那么这个地方可以作为趋势的支撑的一个买点。当然这个买点它也建立于周线是一直出现的紫色飘带所以它目前是周线紫色飘带，每次周线紫色飘带的时候，空间上就可以去找日线的一个买点，而对应的它其实在日线上每次也都是龙门线所以 RKB 我们之前每次到达龙门线附近呢，其实我们都比较多关注当前其实离龙门线也是比较近了，所以在这附近出现的蓝 K 出现和蓝 K 消失反包都可以关注。当然你要更加求稳的话，也可以在确定止跌之后的紫色飘带回踩再去寻找买点。然后我们看到飘带的一个支撑是 78.07， 下一只个股是台积电。台积电这个缺口就蛮大的了，价格冲高出现了一个黄色 K 线。我们在上期视频讲过就是在震荡过程当中突然之间的一个加速行情，其实很多时候容易引发市场的追涨情绪，而后容易套人，是吧？所以这种震荡中突然加速其实你再去追涨去追突破，它的失败率其实是不低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是要特别小心这种风险的一个买点。所以有些买点呢感觉挺好，但其实回过头来看都是坑来着，所以这种买点其实就没有必要去追涨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台积电它这种慢慢推上去的走势趋势不是很强，但它就一直向上，所以如果你是有成本优势的，你可以用飘带去持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是没有买的，你要去买，其实很多时候就容易买到一些不好的位置震荡的时候你不敢买加速突破时你有行情你去买就容易被套所以看到飘带的下沿是 425.375， 它的上沿是 435.738。 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PLT 也是跟 Meta 一样这个龙门线限制，而后市场出现了继续下跌破底，不过它的走势应该算是比 Meta 更差的因为它一直支撑不住走了一个横盘之后继续往下破，那么后续的话就属于空间打开那么从周线来看，它其实离这个支撑还有一段距离，哪怕是左边这个低点是吧，也有一个距离所以这种空间不到市场刚破位加速就最好不要参与太多它的一个多头然后它目前就虽然有蓝 K反包突破可以做反弹，
但是这种做多的标的选择就不算很好啊，所以它是一个很强势的下跌。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美光，美光的话呢，在目前盘前是出现了一个大幅上涨啊，这财报确实有点夸张啊，确实引发了一波很强势的情绪和很多人的追涨。但同样的，它也是一个向下跳空缺口。那么目前的话，基本是修复了之前的跌幅，那么这个缺口就依旧作为压力，并且它也是个倒型反转。好，所以看一下缺口的回补状况，如果回补了，而后能收阳站上，其实就说明这个趋势依旧是延续的啊。如果这个位置缺口反馈不佳，就哪怕现在是高开，如果今天是冲高回落啊，甚至呢继续把缺口给跌破，那其实就说明还是有点问题啊。哪怕确实业绩很好，但是这里可能也构成了一些获利兑现的可能性，毕竟它的周线已经是很远离这个飘带啊，所以有中线的回调，在这任何一个地方发生都有可能。所以记住财报的这种特别情绪化的反馈上涨，借此去进行止盈啊，很多时候可能也是机构的一种手法啊。所以这种地方呢，有筹码的继续可以用飘带去持股，没有筹码的没有必要去追踪涨。现在个股来看到亚马逊。亚马逊是跌到了一个龙门线附近啊，龙门线附近它其实也是在周线的飘带啊，所以周线飘带是蓝 K， 并且是首根红色柱，所以第一点设置一个防守位，这里不能再破了啊，所以如果它这里真的是周线不错的空间和行情的话，应该在下周要有所变化了，因为它本周是蓝 K， 并且是首红啊，所以我们要关注啊这个龙门线在日线的支撑 233.589 啊，在这里如果有明确的止跌阳线再次出现啊，可以伴随下周去参与买入。而上方的飘带如果真的是周线有支撑有效的反攻的话啊，飘带应该不是一个压力能够顶得住的，所以这个飘带目前 242.998 啊，做一个防守位，那么做一个观察点啊，正常应该是被突破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AOI 啊，应用光电。那么 AOI 呢，它出现了一个长下影线吃透了一下前面的低点，正常这种影线吃透呢，它其实就容易出现止损的打破啊，这种情况下其实容易出现买单的涌现啊，或者说一些回补啊，所以这个情况下其实有一个反弹的出现是可以去进行考虑的，但这种考虑其实就很短线了因为它是一个日线的黄飘带，所以不管如何，这里首先依旧是看反弹，因为是黄飘带。而后它这个飘带的压力我们需要关注一下，是 171.559 和 179.500 啊。从周线来看呢，它这里出现反弹，有没有机会是低点呢？啊，是有机会啊，因为这个反弹力度够强的话，其实在这个周线上的飘带会形成一个长下影线啊。下周只要有周线的止跌反包，那其实就是周线的一个飘带止跌的一个再次看涨点啊，所以 AOI 在这附近可以关注啊，但是买点只能说看个短线先啊，因为如果周线那里止跌有效，它肯定是要先破这个飘带，而后它其实后面有更好的一个买点啊，如果那个买点出现不了，是吧？它可能就还是个反弹，就向下啊，我们就可能会有更新的一个低点啊，所以这个地方的买点依旧在这个时间去买啊，你也只是左侧的，依旧是短线的，依旧是反弹而已。下面我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LIT 啊 ，LIT 的话就没有破左低，或者说它是之前就破了啊，所以当前是震荡啊，震荡黄色飘带，整体来讲要小心这种震荡维持，如果下次的反弹依旧不能破飘带，那么可能维持，它可能为的就是一波向下的推动啊，那么从周线来讲，它也是在飘带附近，所以飘带附近的周线呢，我们认为它是有支撑啊，但是它目前止跌力度是不够的啊，一直有上影线，止跌不了。那么就可能还要往下看一下周线其他的支撑，比如飘带下沿 714.073， 然后再看到 NBIS 稳定的紫色飘带上行啊，并且它的周期性很明显比像台积电那种要好很多啊，因为它一直走的是比较稳定的飘带的上行，所以每次回到飘带附近有止跌阳线都可以去考虑。之前这里是不是也是一个买点？所以当时我们这里也有提醒过，那现在又回来了，这里如果再次反包阳呢，那是不是依旧可以认为它还在走一个趋势推动？当然这些都是短波段推动，周线来讲，它其实是在脱离飘带所以周线是之前这里在飘带附近而后启动之后，目前一直延续推动，所以日线很强势，周线也就是单边行情那么飘带目前是还没有出现过回踩后续如果能回踩飘带的话，其实就更有可能是一个大周期的更好的买点。目前的买点是日线的好的
空间，但不是周线。那么以上就是6月25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